大家好，我是猫盾。由于 SP 关羽上线时就是巅峰赛开打的时候，大概也没留下多少时间能给你测试队伍，所以今天就先提前来给大家一个纸上谈兵版的 SP 关羽配对，让大家先有个概念。第一支队伍是最基础的蜀国国家队，核心伍将是 SP 关羽、SP 张飞和 SP 刘备这三支。SP 关羽用的是关平羁绊，三火只是辅助，五火才是输出。500点释放怒弓，2点释放龙魂技、双羁绊、破锁穴等这些能力全在五火上。如果只有三火，那就只能打赢没有 SP 关羽的。SP 张飞用的是关羽羁绊，是 SP 关羽和 SP 刘备的启动器，低火也能上，但关键能力在五火上。五火可以提供最终伤害和最终命中率，在狂暴的状态下，还可以替相邻武将承受负面状态，有机会替相邻武将挡掉冰封，这才是重点。SP 刘备使用的是赵云羁绊，最低3火，要的就是切剑时为自身回怒1000点，为蜀国武将回怒200点和冷盾的能力。有了回怒1000点，就能释放怒弓，施加冰封效果。有 SP 张飞在场，只要张飞身上没有一个负面状态，冰封的概率就会提升5%。所以 SP 张飞有没有五火，能不能为相邻武将承受负面状态，也会影响冰封的概率。命魂马超需要5红，因为只有5红才有斩杀。马超第一回合输出非常猛，之后就是等待放命魂技，等待启动斩杀了。马超的命魂光环可以使敌方武将受到的治疗有 50% 概率失效，还有提升我方武将回怒速度的功能。为了能尽快启动斩杀，马超的命魂一定要放在第一个位置，优先释放。命魂张星辰需要3红，目前台服和陆服最大的差别就在台服将魂路和命魂加成的部分还没有开放。这会导致首次释放命魂技的时间延后，第二次释放命魂的时间太慢，第三次释放命魂的时间，你甚至可以当它不存在了。所以在这个背景的前提下，作为第二个释放命魂技的张星辰，有没有5红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等他放出曙光之杖时，可能已经是第3回合了，所以有3红大概就够用了。张星辰主要的能力还是集中在专武提供的和护元盾相关的保护能力上，命魂光环则是进一步提升了护盾的获取量、反弹伤害和第2回合的最终伤害增加。专武关银屏大概是阵容里最平民的一个武将了，关银屏的作用自然就是第2回合后和刘备的控制联动，对敌方释放怒弓和眩晕控制了。有 SP 关羽所写，关银屏只要坐着等第2回合再启动就好了。这是最标准的一个蜀国国家队。接下来说说替代位，通常会被换掉的是关银屏。成本比较低的，就用非命魂武将去替换。第一个选择是专武马云禄，它可以和 SP 关羽的普攻联动，发动追击。马云禄的追击能治疗，还有机会添加凤佑，可免疫3次直接伤害。使用马云禄的会比较偏向抗队。第二个选择是姜维，姜维能和 SP 关羽、SP 刘备的怒弓联动，但姜维会比较害怕冰封，所以一定要贴着 SP 张飞战，哪怕是减少1点被冰封的概率也是好的。姜维会更偏向新区，如果你的对手拉不起3火的 SP 刘备，那么姜维就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又或者你的区域里辽关队多，带 SP 刘备的少，那么姜维也可能会有发挥的机会。再来就是一些比较高级的替换位，用命魂武将来代替关银屏，凑成3命魂。上命魂武将的好处是恢复命魂值的速度会更快一些，而且也会多一个命魂光环效果，也可以用来撑战力。第一个选择是5红的命魂许褚，需要它的叠盾和打盾效果，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替代位，虽然它不是蜀国的。命魂许褚和命魂张星辰的组合效果很好，在打蜀国队内卷时可能会很好用。到时也可以尝试把 SP 张飞的羁绊换成刘备，专门用来打内卷用，看看效果如何。
武红命魂孙尚香也是个可以考虑的对象，主要是看重他的降低怒气上限和龙魂值上限的能力，可以有效降低对面联动的频率。如果用了命魂孙尚香，那么他就必须是第一个释放命魂技的，马超放第二。另外，孙尚香在命中怒气为0的武将时，也能恢复命魂值，有他在回命魂的速度会比较快。其他可以考虑的命魂武将还有3红命魂吕蒙，主要是增加敌方的怒攻消耗，有机会影响 SP 关羽回500点怒气后，无法直接放怒攻 ；SP 刘备切剑回怒1000点后，无法直接释放怒攻。如果遇到伍子辽，还可以用来顶一下普攻。如果没有以上的命魂武将，那只好用比较基础的了，比如3红的命魂曹丕。主要是用来增加怒气循环和使敌方的增益失效。最后一个选择是人人都有的5红命魂蔡文姬。不对，不是这只，是眼睛还没开的才对。命魂蔡文姬最大的用途，大概只剩下提升命魂值的恢复效率了。如果你没有5红马超，也可以尝试在上面这些武将去找替换位。战魂方面只要留意，如果你上的是命魂许褚，就是单数蜀国，后排 SP 关羽是不会换位的，所以不会暴击，只能用弱点突袭。如果是双数蜀国， SP 关羽会每回合固定换位一次。这边要纠正一下之前视频的错误， SP 关羽的4星效果是有防止被强制换位的，所以一般后排关羽在第1回合更多是在前排输出的。前排关羽是能暴击的，但第2回合又会站回后排无法暴击，所以就看你要不要带长驱直入。第2支队伍是辽关队。辽关队的核心理念就是利用伍子辽龙魂技能封住开局没有龙魂值的武将，使其在释放怒攻前都无法获得龙魂值，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在战斗前期阻止 SP 张飞和 SP 关羽的联动。玩辽关队的基本条件是，你的双庭大梦要有5星，诸公备阙至少也要有3星，这样才能使 SP 张飞和其他 SP 武将在开局时没有龙魂，让伍子辽顺利的封印住龙魂值的获取。在 SP 关羽队内战中，几乎就是谁的张飞先动，开启联动，谁就会有更大的几率赢。所以一般蜀国队在站位上都是 SP 张飞站1号位，然后再拼谁的战力高，就谁先丢龙魂技。这也是为何需要命魂来撑战力的原因，哪怕他只是虚战也好。如果是辽关队内战也是同理， SP 张辽必定站1号位，然后比谁的战力高，就谁先丢龙魂技，封住对方的龙魂值获取。这个情况就和玩五子队时是一样的。如果你和我一样黑，双庭大梦就是抽不到5星，那你也只能封住诸公备阙也没有5星的对手了。比较低配的版本就是直接套用五子队的阵容，然后再加上命魂5红马超和 SP 关羽。其他替换位可以依次先换下跃进，然后再换钓鱼进。首选是5红命魂孙尚香，需要孙尚香的理由就不再重复了。最后一个位置可以考虑专武步练师，这是青羽大大推荐的一组配置。专武步练师最大的用途自然是用来清除冰封了。专武公孙瓒本来也可以是这个位置的选择之一，但奈何专武没出来，无法开局就把 SP 张飞踢走。其他可以考虑的选择还有命魂张星辰和命魂曹丕。到时大家自己测试看看哪个组合会更好吧，站位也只是仅供参考。灵宠方面，助战都是水猴子和香柳，主战则有3个选择，蜀国队一般用白泽，辽关队一般用兔子。在关平羁绊的加持下，这些主战的助战技能也是可以生效的。最后一个选择是腾蛇，感觉大家应该已经差不多要把它给忘了。腾蛇主战有机会使增益失效，助战能使单体攻击打歪，这可是曾经最克制马超的一只灵宠。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